古代为何有剥皮这一酷刑？为什么不直接砍头，简单的处决呢？当一个政权走到末期，江山社稷逐渐崩塌，百姓生活难以维持，民间暴动日益增长，剥皮这个残酷的酷刑成为了帝王手中的一张王牌，不仅能够给反抗的人更大的示威感，还能满足人们的猎奇心。剥皮这一被朱元璋推崇的酷刑，源自太祖的狠辣手段。你作为一个明末的剥皮人，父亲将这项令人战栗的手艺传授给了你。剥皮人不像刽子手一刀致命，更是一种技艺手段，每一刀的精准都关乎着生死。那些学艺不精的，若在操作过程中让受刑者死于刀下，那不仅罪名自负，甚至连性命也得陪葬。所以在行刑的时候，不仅要让犯人感受到最大的痛苦，也要让周围的百姓以此被震慑。你接过父亲的手艺，年复一年，摸索着细致入微的手法，将这门技艺发扬光大。在无数个漫长的黑夜里，你和父亲一遍遍地执行着这一项可怕的任务。好在被剥皮的那些人被指控为贪官、叛徒、暴民等，这让你心里多少都有一些安慰。可随着大明的日益崩塌，整个天下陷入了混乱。张献忠的大西军与大明的残余力量在蜀地打了近10年，你年轻的儿子也在这次暴乱中牺牲，血流成河，民间百姓已经不在乎谁当皇帝了。在这场乱世中，太平犬也不再怕乱世的杀戮，但那些地主、强盗、叛军依然没有放过这个痛苦的世界，而新帝则将你们这些剥皮人召集起来，准备将这一恐怖的刑罚发挥到极致。肖像剥皮是新皇帝决定运用的终极手段。曾经明朝的剥皮分为2种样式，一种是普通剥皮，8刀将罪犯的背部剥去，待几日后皮肤才会逐渐死去；另一种则是贵族剥皮，头顶开口灌入水银，整块皮肤便会轻松脱落。然而这种方法耗费巨大且难以操作，新皇帝将剥皮技艺进一步发展，创造了2种新的方法。一种是小剥皮法，从背部将皮剥开，形似血色背心，薄如蝉翼，但受刑者必须活得凄厉且持续数日，最后在荒郊野外死去。另一种则是大剥皮法，不仅仅是背部，连手脚也要剥去，受刑者被捆绑在木板上，整个人如同血色的蝴蝶，展翅欲飞。你渐渐发现，手中的受刑者不再仅仅是贼寇、叛徒，连一些读书人、妇女甚至幼儿也被送上了剥皮台。每一次你剥下皮肤，背后那人的生死都像是一段残酷的历史。你听说读书人因支持南明而遭到屠戮，数千名书生被残忍剥皮。无论是谁，只要是新帝眼中的敌人，就都会成为祭品。然而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尽头，你不断地完成剥皮的任务，看着越来越多无辜的生命走向死神的怀抱。直到有一天，你迎来了一名年轻的受刑人，他年约30，和你的儿子的年纪相仿。你听说他是清朝的宗室，皇帝下令要以大剥皮法处置他。你拿起刀，开始划开他的头皮，这一刀划得异常轻，却让你心中泛起一阵莫名的颤动。随着第2刀的到来，那年轻的男孩发出沙哑的哭喊：“爹，娘！”他的哭喊声在你的耳畔回荡，那声音并非怨毒，而是充满了痛苦与绝望，像极了当年在战乱中失去的儿子。你愣了一下，手中的剥皮刀微微偏离了既定的轨迹，刀锋划破皮肉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刑场上显得格外刺耳。周围的围观者屏息凝视，官员的目光如针刺般落在你的背上。你知道你不能停下，否则下一个被剥皮的便可能是你自己。可是那一声爹娘让你感到前所未有的恍惚。你曾经安慰自己，剥去的是贪官污吏、叛贼恶徒，可如今真正的恶人坐在高堂，而你却成了他们手中的屠刀。你低头看着年轻人苍白的脸，他的血顺着伤口缓缓流下，染红了刑台。你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有罪，但你清楚，他并不是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无辜者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快动手！身后的督刑官厉声催促，语气中带着不耐和威胁。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眼中浮现出自己儿子的模样。那是个阳光下追逐蝴蝶的孩子，
脸上总是挂着明亮的笑容。他曾仰望着你问：爹，这世上真的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吗？当时你告诉他有，可如今你却不敢再回答。年轻人的身体在微微颤抖，脸上的汗水与泪水交织在一起，他的嘴唇开合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可是剧烈的痛楚让他无法发出完整的字句。你看着他的双眼，那是一双已经绝望的眼睛。罢了，你喃喃低语，手中的刀缓缓落地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。刑场上一片死寂，督刑官的脸色瞬间阴沉，他挥了挥手，2个刀斧手立即上前将你按倒在地。你没有挣扎，也没有求饶，只是看着那个年轻人，他的眼神从痛苦的挣扎变成了惊愕，最后变成了一种复杂的悲伤。拖下去，乱刀砍死！督刑官怒喝，脸上布满了厌恶，让他尝尝自己的手艺。你听见身旁的看客发出低低的议论，有人叹息，有人沉默，但没有人站出来阻止这一切。你被拖下刑台，双手被反绑在背后，阳光透过乌云照在你身上，你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日子，想起了那些在包皮刀下挣扎的灵魂，想起了那个问你好人和坏人之分的孩子。就在乱刀即将落下的瞬间，你闭上了眼睛，坦然地面对这一切。这一世，你终究没有能逃脱这场血腥的宿命，但至少在最后一刻，你选择了做回一个人。在王朝快要崩塌时，就会出现各种奇葩的规则约束着百姓，而当权者又一次次地打破这些约束，民不聊生，暴乱群起，世道崩塌，人命贱如草芥，规则只是刀剑，砍向的永远是百姓的脖颈。